你曾以为爱情是一场寻找，走进某个场合，下载某个 App， 认识某些人，努力让自己更有趣、更迷人、更值得被喜欢。你甚至学会读讯息的潜台词，精算回复的时间差，计算告白的最佳时机。你说那是策略，是理性，是现代爱情的游戏规则。但你也发现，即便再多努力，再多分析，你仍然吸引不到你真正想要的那种关系。不是对方不够好，而是你总感觉少了什么。你总是在给，但心里仍然空着。你拥有了一段关系，却没有真正的连结。后来你才慢慢明白，原来爱情不是你去找来的东西，它不藏在某个人的身上，也不隐在命运的哪一个转角。它只是你的状态，一种你内在所发出的频率。你在什么样的能量里，就会吸引来什么样的爱。当你还在匮乏中寻找，你吸引到的不是愿意给你爱的人，而是也在找人填补空缺的人。两个饥饿的灵魂在靠近，只有更深的消耗。你渴望被看见、被理解、被在意，却总是吸引到忽冷忽热、没把你放在心上的人。你以为是他们看不见你，但事实是，那时的你还没有看见自己。爱情不是努力争取来的，是你变成了那个能量，才会自然吸引它。就像收音机一样，调对频率，音乐自然流来。你无法在 FM88 点以上收听 FM102.3 的乐曲，你也无法在充满自我怀疑与不信任的状态下吸引一段温柔而深刻的爱。你必须先是爱的载体，你必须先为自己创造出爱的感觉，安全、完整、被肯定。当你开始稳定地陪伴自己，照顾自己的情绪，给自己理解与支持，你就会成为那个你渴望遇见的对象。你希望遇见一个真诚的人，就先对自己诚实。你希望遇见一个不离不弃的人，就先别轻易放弃自己。你希望对方能看见你的灵魂，就先别关起自己的心门。因为爱情不是找一个人来给你爱，而是你在爱里成为自己。当你不再依赖他人的眼光来定义自己的价值，你会发现你不再焦虑那个人会不会来，因为你知道他一定会来，只是时间的问题。你开始过得稳定，有光，有韵律。你开始对生活充满热情，对自己多一分耐心，对未来少一点焦躁。你成为一个值得爱，也懂得爱的人。而就在那时，爱情会像共振一样，毫不费力地靠近你。它可能不会轰轰烈烈地出现，它可能只是在一个平凡日子里，在一场不预期的对话中，在一个你毫无防备的瞬间，你会遇见一个灵魂频率与你对得上的人。他不见得完美，但他真实。他不见得时时说爱你，但他的出现让你安心，让你不再怀疑自己是否值得。而那是你自己转变后的结果。你再也不是那个紧抓爱不放的小孩，你是那个知道自己值得被爱，也愿意给出爱的大人。爱情从来不是被安排好的剧情，它是你每一天选择怎么生活，怎么爱自己的积累。是你每一个不再自我怀疑的时刻，每一个勇敢说出真实感受的选择。一点一滴叠出那个新的你。而当你成为那个频率，你就不再需要寻找，因为你就是答案本身。而爱情只是水到渠成的相遇。你非常渴望爱情，渴望那种被放在心上，被认真对待，被深深看见的关系。你试着打开自己，
努力经营每一段可能的开始。你学会了给予、理解、体谅，甚至学会了在被冷淡对待时微笑说没事。但你心里知道有事，你心里一直都很空。你越用力的靠近，对方却越退后。你越小心翼翼，关系就越容易失衡。你不懂为什么爱总是那么难，直到有一天，你开始慢慢停下来，不是因为不想爱了，而是因为你累了。你开始回到自己身上，把目光从外在抽回内在。你试着理解自己的感受，而不是一味寻找被爱的证明。你学着独自生活，享受寂静，练习自在。你从没想过，一个人也可以这么完整。你发现，爱不是不重要，只是当你越需要它，它就越像是逃走的影子。因为那个需要，其实是来自于一种匮乏的能量。是我不够，所以我需要别人来补足。是我害怕孤单，所以我需要有人来填空。是我觉得自己还不够值得，所以我需要爱来证明。而宇宙总是诚实地回应你内心的震动。当你在一种我需要爱的状态下寻找爱，它感应到的不是爱的频率，而是恐惧。于是你吸引来的是同样在恐惧里的人，是同样也在寻找补偿的灵魂。你们靠近，但彼此抓得太紧，无法呼吸。你越需要，爱越无法自由流动。你越执着，爱越无法自然靠近。但当你开始不再需要，爱反而会开始主动来找你。不是因为你冷漠，而是你内在开始充盈。你开始满足于自己的陪伴，不再期待有人来填补。你开始享受与自己相处的宁静，也开始看见生活里不靠他人也能发光的片刻。你的频率从匮乏变成了丰盛，你的能量场开始散发出一种稳定、吸引而不依赖的光。那种光是爱最喜欢靠近的样子，因为爱不是来拯救你，而是来与你共振。他想靠近的不是空洞的灵魂，而是完整的你。当你愿意把爱收回来给自己，当你不再期待谁来填空，宇宙才终于有空间安排一个真正与你对频的人靠近你。那个人不会带来你以为的激情狂热，他可能只是安安静静地进入你的生活，但你会发现他不再让你焦虑，因为你已经不再以需要他为前提。你开始懂得，两个人最稳定的亲密不是互相依赖，而是各自完整之后的靠近。爱真正渴望靠近的是一个懂得自给自足的人，因为那样的人不会用爱来交易，不会用付出来换取安全感。他们知道爱是自由的，是流动的，是选择而非交换。而你正是这样的你。你越来越少怀疑自己，越来越愿意相信我一个人也很好，但如果爱来了，我会很温柔地接住它。你不再害怕孤单，因为你知道你从来不是孤单的。你的心里有自己的光，那光够亮，爱自然会看见你。所以请记得，爱情从不是靠追来的，它靠的是吸引。而吸引力的本质是能量的共振。你越不需要，越显得轻盈、自在、有力量。而这就是爱最想靠近的频率。你总觉得爱情难以靠近，不是没人喜欢你，也不是你不愿付出，但每一段关系总让你觉得不够、不稳、不安。你总是在给予，却始终感受不到真正被回应。你习惯去懂对方，习惯去迁就，习惯用付出证明自己值得被爱。你以为这是爱，
但其实这是一种匮乏。匮乏的爱是用力的，是紧抓的，是害怕失去的。它让你在每一次亲密里变得越来越小心。你害怕说错话，做错事，怕太多，怕不够，怕爱得太明显。你把自己藏在讨好里，藏在沉默里，也藏在对爱情的焦虑里。直到你开始慢慢意识到，原来你一直想从爱情里得到的，不只是陪伴，而是一种价值感的确认。你想要有人证明你很好，你值得，你不是一个人。而这一切恰好都是你内心觉得自己不够的证明。爱情只是让那份匮乏有了投射的舞台，而你真正渴望的是与自己重建连结。爱是一种能量，它从来不是某个特定对象身上才会出现的东西，它是一种频率，是你内在的状态。你处在匮乏中，就会吸引来让你更怀疑的关系。你处在丰盛里，爱就会自然地流向你，不必追，不必抓。转变的关键不是去找更好的人，而是去成为更有爱的自己。你要先对自己诚实，去看见那些一直藏着的伤口，那些不敢承认的需求，那些你曾经为了被爱而放弃的自己。从匮乏走向丰盛，不是一瞬间的改变，它是一种练习，一种重新选择的过程。当你开始每天对自己说，我值得被爱，即使现在的我还不完美。当你在孤单时不再急着填补，而是温柔地陪自己走过。当你学会说出真实的感受，而不是压抑、隐忍、害怕被误会，你就在一点一滴地回到丰盛的能量里。丰盛不是拥有很多，而是你在内在已经没有缺口需要别人来补。你开始感受到自己的完整，你的快乐不依赖他人，你的价值不需要被认可来支撑。你开始享受自己的生活，开始喜欢一个人的安静，也开始相信爱情不是必须，但它会是美好的加分。在这样的状态下，爱情不再是你的救赎，它是你的延伸，是你内在满溢出来的丰盛所吸引来的自然结果。那时候，你会发现，那些让你焦虑、患得患失的感情不再有吸引力。你会开始选择那些让你放松、自在、被看见的连结。你不再用努力留住的方式去维持关系，你用真实存在的方式让关系自然成长。你开始吸引来的人也会有所不同，他们不会因为你给了什么才靠近你，他们靠近你是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光源。他们不想改变你，而是想认识你，尊重你，与你并肩走在同一个方向。而这一切都来自于你愿意先为自己发光，先让自己的心变得柔软而有力量，先学会怎么用爱灌溉自己的生命。爱情从来不是你追来的，它只是你丰盛之后，宇宙对你回应的一种方式。所以，不用再等谁来让你完整，你已经够好了。当你真正相信这一点，爱就会循着能量，自然而然地靠近你。你曾以为爱是努力换来的，是你不断靠近，不断忍耐，不断妥协之后，对方才会愿意留下。你告诉自己，再撑一下，他也许会改变，只要我够好，终会被珍惜。你把所有的期待与力气全都投注在那个总是忽冷忽热的人身上。你以为爱是奋不顾身，是义无反顾，直到你在一次次的失望中慢慢耗尽自己，直到你发现你越是追逐，越是将就，越是委屈，爱情就越来越远，越来越空。你习惯了让步、压抑、
假装没事。你把自己变成一个适合被爱的人，却在每段关系中愈来愈不像自己。你留住了人，却丢了心。你维持了表面，却失去了深层的连结。但你开始清醒了，那不是爱，那只是害怕孤单的依赖。那只是你把爱当成了一种奖赏，以为只要表现好，就能被给予。你开始明白，真正的爱情不需要你追，不需要你装，也不会让你将就。于是，你选择停下。你不再低声下气地求一段不对等的关系。你不再把有伴当成幸福的唯一证明。你不再拿自己的心去交换一点点勉强的陪伴。你开始学会对自己诚实。你开始承认，其实你一直都很渴望被好好爱，但你更渴望的是能够在一段关系里保有真实与尊严。你开始愿意一个人，愿意在夜里听见自己的心声，不急着找人安慰，不再用暧昧来填补空白。你开始练习与自己相处，把那份被错给予的爱一点一点收回来给自己。这是一段安静的过程，没有剧烈的情节，没有浪漫的转折，但你知道，你正在转变。你从追逐别人转向回家，回到自己的心里。而就在你不再将就，不再追逐的那一刻，宇宙开始回应了。因为你松开了紧抓的手，你给爱一个空间来到你生命中。你不再透过控制来获得爱，你用信任与稳定开始显化真正与你对平的存在。爱情的奇迹就是在你终于愿意相信，我值得一段完整的爱之后，才会悄悄展开。它可能不是华丽登场，也不是戏剧性的邂逅，但它会是你感受到内在安定时自然流来的回应。你会遇见一个人，他不急着证明什么，也不让你怀疑自己。你们的关系没有追逐的起落，只有平衡的呼吸。你会发现，他愿意靠近的，不是你假装出来的样子，而是你最真实的灵魂。你会开始理解，爱情从不是缺了什么才去找什么，而是你完整了自己，才吸引来真正的共鸣。那不再是你努力来的结果，而是你选择成为的状态。当你愿意放下将就，你不会再吸引来模糊不清的关系，你不会再被忽略，不会再在爱里怀疑自己。而这就是显化的力量。你不是去追那个人，而是去成为那个人，成为那个值得爱，也愿意爱自己的人，成为那个即使一个人也散发着光与信任的人。你停止追逐，是因为你已经知道自己的价值不必被证明。你停止将就，是因为你相信自己值得最好。于是，奇迹才得以发生，爱情才终于真实地走进你生命。你不用再多做什么，你只需要持续活在自己的频率里，持续相信，持续稳定地爱着自己。而那个能和你灵魂共鸣的人，会在某个不被打扰的时刻，轻轻地靠近你，不是作为拯救者，而是作为同行者，与你并肩走进那个你早已准备好的未来。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